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快打旋风黄金版，使用的仍然是桑吉尔夫。今天是下半期，走的仍然是最接近原版的路线。后两关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，虽然我选择的是最简单的难度，但是敌人还是比较多。游戏默认的可选的最难的难度，我昨天试了一下，敌人的数量是现在的4到5倍，这就意味着你的气槽完全是不够用的。另外遇到的所有 BOSS 都是双份儿，感觉最高难度还是比较适合多人进行游戏，单人打起来还是比较吃力的。这款游戏最大可以4个人一起联机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，屏幕的上方一共有4个角色的位置。另外，据说这款游戏还有一个隐藏的难度，叫死神难度，比默认可选的最难的难度还要难。这里抓错人了呀！但是我的气槽也不多了。桑吉尔夫每个必杀技消耗的气量是20，超杀的话是100。刚才 BOSS 竟然帮我抓了呀！会放电的这个小怪非常讨厌，在原作里边它就非常讨厌，而且在这个版本里边，感觉它放电的攻击范围在 Y 轴上是有一定宽度的。哇，这个场景太熟悉了！我记得小的时候第一次看见有人打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感觉实在是太远了。因为刚刚接触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恐怕才7、8岁，自己玩的话也就能打到第3关左右。因为第2关 BOSS 不会摆拳的话，就是新人杀手啊。卡普空就会搞这种，第1关让你非常顺畅的过了，但是第2关会给你加大难度，尤其是 BOSS 的部分。这里的火也是可以烧到这些对面的杂兵的。而且这款游戏还做了燃烧的效果。又是被电到了。人物被灼烧也会进入一个浮空的状态，所以说你是可以用其他招式来形成连续技的。这款游戏昨天我在自己的群里发了一个贴图，马上就有小伙伴问说在哪儿下载啊？我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是一个 0.4 的版本。昨天也介绍了，可能很多小伙伴之前下载的都是 0.3。那下载这种资源你就搜索引擎一下就好了。有小伙伴问我关键词我其实留了呀。就是在视频的前2秒，你能够看到游戏的名字。这也是快打旋风改版作品里边最出类拔萃的作品之一了。人物太多了，并且呢，他做了一个带有气槽的系统，把这些人物融合到里边来。这个背景竟然能够有伤害啊！这个家伙是《暴力刑警》里边的 BOSS， 之前给大家录制了。
看起来非常的凶悍，但实际上挨打之后会哭。哇，攻击力好高啊，可以利用一下。但是他打倒的敌人好像是没给我加经验值啊，这点不好。我的气槽一直比较紧张。但是大家看气槽下方的经验条快长满了，每次升级咱们的血条还有气槽都会长满。刚才我在空中连续的被攻击了几下，而且这种攻击的间隙非常的短，所以说你的瘦身是完全来不及的。在高难度的情况下，最怕的就是这种。一旦你被敌方打浮空了，如果身旁的敌人比较多，可能一条命很快就没有了。所以在高难度的情况下，主要就是不能犯错呀，容错率太低了。像这种简单的难度，我犯了一次错误，大家看一下血量吧，大概是掉了1/3。电梯的这个场景真的是太熟悉了呀！地面那个加血的道具应该是来自于名将。看外形可能是布丁啊，但小的时候不认识啊，根本就没有见过。很多的加血道具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尤其是名将，还有恐龙快打。名将里边还有天妇罗。像恐龙快打里边的薯条，当年是92年还是93年，也没有见过，一眨眼都30年了。街机平台我还是比较喜欢玩这些轻版动作游戏，还有动作射击游戏。但是在家用机的平台，其实我更喜欢 RPG 游戏。包括战棋类的。这里是电梯的顶层了 ，BOSS 下来了。这个 BOSS 罗兰多也是老熟人了。在街头霸王系列里边也有登场。这个连续技之前我玩 0.3 的时候没有用过，但是在 0.4 发现很好用，尤其是打 BOSS， 救一下太远了，踢进了屏幕的边缘。罗兰多这里应该是难度比较低的，因为他带的小兵非常简单，碰一下就没了。其他的 BOSS 还有带阿比盖尔的，而且一带就是3个，血量也非常多，所以说你在连续技的时候就经常抓错人。这也是桑吉尔夫的一个弱点吧，就是他的必杀技这2个头技只能确认一个敌方角色，但你如果使用打击技就没有这种限制。这个关卡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想起来当年红白机平台的 SD 快打旋风的奖励关，但是红白机的版本应该是打的铁桶，这里打的是木桶。这个奖励关我还练习了一下，后来发现徒劳，因为剩最后几秒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它的桶的数量啊，突然之间成倍的增加。放个超杀能够赶上几个桶。
应该是漏掉了2个。这里就是最后一关了。最后一关的 BOSS 简单的难度有4个，就是街头霸王的四天王。我记得小的时候玩的街头霸王2代，最早的是8个人的，是不能够选择四天王的，后来才有可以选择四天王的版本。但是可以选择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他的角色的平衡性实际上是经过了调整。咱们可选之后呢，他的攻击力还有招式方面都有削弱。其实这个现象，大家玩激战的小伙伴应该很容易理解，就是黑化强10倍，洗白弱3分嘛。像是白河愁这种角色呀，加入之前几万的血，说得之后秒变几千。现在这个场景可能很多小伙伴感觉有点陌生啊，但是一会儿咱们推进到 BOSS， 如果是老的街机游戏玩家，我保证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什么场景。夸张了呀，这里搞出一个全牛啊，这也太牛了吧。捡到之后经验值加了1块，但是毕竟啊，咱们现在级别比较高了，升级需要的经验值非常多呀。我感觉这个100 MP 带不过去了。毕竟是最后一关了，这个货带了好多的杂兵啊！而且他已经不吃抓了，抓了2段之后，他一个 AB 给我打开了。可能很多小伙伴表示说：“大叔，你捡这个回血道具是不是早了呀？”不早啊。因为对面这个 BOSS 也是可以捡到回血道具的。游戏这样设定，让咱们能够体会一下很多 BOSS 的心情吧。BOSS 辛辛苦苦的和咱们玩家拼命，拼到2败俱伤，马上要见胜负了。不然玩家去捡了个血，把血量加满，然后用耗血的 AB 就把 BOSS 清掉了。所以说，你想一下 BOSS 的心理阴影面积。那这个版本呢，如果你不注意控制地面血量的话，立场就很容易反过来啊。这里好多人，感觉可以放一个大清一下。地面的这坨翔不要捡，上半期也给大家演示了，捡到之后自己掉血。这是什么鬼设定啊？四天王才打了1个，后面还有3个。我的级别可能最后就停留在30或者31了。如果打死神难度的话，我估计级别会更高一点。因为杂兵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呀！又是毒药姐妹，这个我喜欢，可以一起来。飞机这里就是 BOSS 战。维嘉的血量是2条半，不算多呀。
最终还是电到我了。另外一个桶里边装的就是回血的道具。本作的 BOSS 都是会连段的，它也有自己的连击的 AI。这里节奏我打得慢了一点，因为想贪一点分儿。因为看经验值，如果打最终 BOSS 的时候，咱们能够再升一级就好了。相当于多了一次回血的机会。血量的状态不错，但是咱们的气量不多。下一个是直接打沙加特，这里好多箱子。这个回血的道具我还是先讲了吧。刚才给的100 MP 的道具不错。100的话，咱们能连5次。是能打1格半的血，最后一下没抓，感觉抓了的话会抓错人。最后这点经验实在是太难涨了呀！这里就是现在难度的最终 BOSS 战。刚才给大家演示了一个技巧，但是这个技巧呢，我是在过关之后，打完 BOSS 之后给大家演示过几次，但是没有这样击中敌人。这次就是实战了一下，在空中手快的话可以多切换几次，但是我现在的手速也就是切换个5、6次，输出其实还可以。升级了，不错。按下一个超杀，能不能干掉了？差一点。他最后一下了。这一周目也就算是开荒，因为这款游戏的角色非常多，100多呀。那好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